博洋真的比我們想象的厲害很多。沈伯洋身上有幾頂帽子。台灣民主基金會第8屆董事，直接掌握外交部1.5億預算流向哪家美國智庫的決策權的人，黑熊學院共同發起人，中共滲透指數開發者。你看他一個人就等於整個生態系，就是民進黨的金流加情報加智庫加政治權力的完整必回路的活體樣本。民進黨外交部的錢通過 TFD， 沈伯洋是董事，流向華府智庫，智庫寫報告講台灣有認知作戰，有中共滲透，報告引用沈伯洋自己研發的中共滲透指數當證據，報告流回台灣。民進黨用美國智庫都這樣說當宣傳。民進黨花了677萬美金起跳，為什麼這些處方簽跟為什麼這一些智庫治不好台灣？每一次的預估都失準，診所要開門營業是因為有錢進來，錢從哪裡來？3條金流，第一個是台灣的駐美代表處 TACRO 直接捐贈 ，TACRO 全名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台北經文處，本質上是台灣的駐美大使館。2019年到2023年這5年，台灣的駐美文化辦事處直接捐給美國智庫的金額是558萬美金，具體給各位看一下。第2條，台灣其他政府單位，國防部、外交部、國合會、台灣 CDF 等等，另外砸了約120萬美元。你就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綠營側翼人在美國吃得飽飽肥到流油。2條加起來，台灣政府在明面的管道上5年為了美國智庫677萬美金。第3條呢更刺激了，這個叫做台灣民主基金會。2023年的財報顯示 ，TFD 年度預算是1.54億台幣，外交部的補貼呢占95%到98%。你我的這個預算就這麼給出去了，開不開心？各位，95%到98%是這個基金會，實際上就是外交部的白手套子機構掛了一個民間基金會的外殼。而 TFD 是 CSIS 旗下 Taiwan US Policy Program 的主要贊助方。當你讀 CSIS 學者寫的台灣應該強化嚇阻報告時候啊，你不知道作者所屬的機構正在從台灣政府收取幾十萬美金的錢。各位，這就是營業執照，這就是市場的正常運作，執照本身是合法的，智庫接受外國政府贊助，在美國的法律規定裡面沒有問題，但問題是你不揭露，你不說清楚，這個就不是客觀的政策建議啊。作者沒有告訴你他的資金、他的薪水是誰在付。結論一句話，這不是學者建議，是花錢買來的處方。問題是病人花錢，醫生收錢，最後還是病人病死。來，我們這樣講，博洋兄啊，頭髮捲捲的這位弟兄呢，在真是我不是要特別打他，他在這一個分析裡面哦，真心告訴你，人家是一個重要人物，但是我們姑隱其名。為什麼？因為他太重要了。你不可以小看他。我先問一個問題哦，如果有一個人，他同時是這一個護利診間的董事，也是診間附設的網紅學院的院長，同時還自己幫診間寫病歷，你覺得這個診間的診斷會公正嗎？這位弟兄，他就叫做沈伯洋，博洋啊，博洋真的比我們想象的厲害很多。來，我幫各位數一下，沈伯洋身上有幾頂帽子，這個帽子還真是開心啊。
來，為什麼說他有那麼多帽子？第一個，2024年6月起，台灣民主基金會第8屆董事，民進黨4席之一，其他3席是范雲、周威佑、楊義山，也就是說，沈伯洋是直接掌握外交部1.5億預算流向哪家美國智庫的決策權的人。第二，黑熊學院共同發起人，黑熊學院是2020年代初成立，跟戰略學者何成輝合作創立，獲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投資新台幣6億贊助，聲稱，各位，6億台幣不是小錢。第三，中共滲透指數開發者，沈伯洋自己研發、自己發布、自己定義什麼叫滲透，什麼叫不滲透，他自己就是情報生產者。第四，2018年10月起，由林峰正一個酒駕的前科犯邀請擔任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委員，2020年8月離任。第五項，2019年起與綠營立委合作推動代理人法案。第六項，2023年獲選為世界民主運動委員，全球的政治網絡也有他。第七項，2024年起任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2025年9月大罷免失敗，民進黨團改組之後，他成為民進黨團副幹事長。第八項，2026年4月，民進黨提名他參選台北市市長。你想象一下，不是我在瞎講，而是這個人也太多才多藝了吧？你看他一個人就等於整個生態系耶，他到底是學者、政治人物，還是政府官員，還是 NGO 創辦人，還是基金會董事？都是，難怪大家說他多才多藝，難怪大家說他什麼都會，開球也會，這個極限運動也會。沈伯洋一個人就是民進黨的金流加情報加智庫加政治權力的完整閉回路的活體樣本。什麼叫閉回路？我給各位分析一下。民進黨外交部的錢通過 TFD， 沈伯洋是董事，流向華府智庫，智庫寫報告講台灣有認知作戰，有中共滲透，報告引用沈伯洋自己研發的中共滲透指數當證據，報告流回台灣，民進黨用美國智庫都這樣說當宣傳，沈伯洋競選台北市長，主打抗中保台，選上之後繼續主導 TFD 的預算分配，圓圈是閉合的，外人插不進去。各位，這跟你去看醫生，但醫生是你自己投資的診所，你自己付醫藥費，你自己幫醫生寫推薦信，你自己評鑑診所，有什麼差別？更慘的是你還是病人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這種閉回路產出來的台灣分析，到底是分析還是廣告？為什麼每次都不準？就是因為你都這樣搞，你拿來做大內宣，卻沒有考慮到整個系統到底是什麼狀況。